战，我不与你和离。白二夫人恨铁不成钢地说：御医，你是看上这废物男人的什么了？玉战听了这句话，虽说没有反驳，但也站起身对白老爷行礼。爹，沈将军，我突然身体不适，就先下去了。没等他们应，玉战便转身离去，而白玉衣的眼神一直跟在他身上。玉衣，他除了长得好看一点，他还能有什么强？你听娘的话，今晚你就和他讨了和离书，娘再给你择一良人。娘，烈女不是二夫，这个道理你比我懂。白玉衣说完，然后追了出去。白玉衣回到房中的时候，玉战坐在凳子上喝着茶水，桌子上放着一封信。白玉衣看了一眼那封信，这是什么？和离书。玉战不可能这么快就写好和离书，他是早就准备好的，他只是在等待这样一个时机，然后与他解除夫妻关系而已。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本来就是假的，只是为了方便他留在汴城而已。你要走了？那你以后还会回来吗？不知。就算要回来，那也是兵戈相见了。可是白小玲她还活着，你不是说她必须死吗？沈从清在他身边，暂时不好动手，这件事情我会处理，以后你也不必操心，做好自己白家二小姐就好。战，我是她的二姐，她对我没有多少防备，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这件事情不必再说了，我已经决定好了。战，收好和离书，我在明日清晨便会离开这里。白玉衣的手捏得更紧了，他明天就要走了，他走了之后，他便再也看不见他了。战，刚才我娘不是故意那么说的，你不要放在心上。你放心，这些年你跟着我，就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不会为难你的爹娘。白玉衣心里很着急，他不是这个意思，他不是说让他不要为难他的爹娘，而是想说让他不要因为那些话伤心生气，可是话到嘴边，他就是说不出来。那你一路小心。除了说这个，他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能将什么说出口。我不适合与白小玲、沈从清出现在同一个地方。今夜白千云要带一个姑娘回来，此事可疑，你出去看看，将看见的回来告诉我。好。白玉衣走了出去，在关门的时候，他看了他一眼，这该是他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了，他一定要做好。怎么，一个废物男人被我说几句就受不了了，还要自家的媳妇儿去哄？白玉衣没有应答，而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没多久，管家来报：老爷、二夫人、二小姐、三小姐、三姑爷，大少爷的马车来了。还愣着做什么？赶紧将他们请进来。是，老爷。白小玲看着白老爷又高兴又紧张的样子。爹，你不用担心，大哥能看上的女子，自然是通情达理的女子，他不会计较这些细节。待会儿等他们到了以后，可以先问他是否吃了饭，若是吃了，我们就喝茶聊天；若是没吃，再让厨房准备几个小菜，大家一起吃。白老爷连连点头。还是小玲想的周到。外面的脚步声渐近，白老爷紧握着自己的双手，伸着脖子往外看。白千云依旧穿着一身白衣，玉树临风，他身边的女子穿着一身粉衣，面若桃花。千云，你和这位姑娘快来这边坐。自他进来，白二夫人和白玉衣的眼光都一直在他身上，眼中带着狐疑。他们皆是见过花仙楚的，而白千云带回来的这个女子和花仙楚有些相似。白千云牵着花仙楚的手，他们走到白老爷面前。成儿，这是爹。爹！白老爷被这一声爹吓了一跳，他的手一抖，险些将茶水都给打翻了。好。他不知道说什么，连说了2个好以外就是笑。沈从清将头偏向白小玲。小玲，
你有没有觉得，这位易成儿姑娘，与花王妃长得很像？那件事情他并没有告诉他。我也觉得是这样，但是这件事情你可不能在成儿姑娘面前说，否则她就觉得自己是大哥找的替身，会不开心的。我知道了。白二夫人和白玉一耳尖，听见了白小玲说的话，两人心里皆是一阵冷笑。哼，果然只是替身而已。白小玲将他们的表情尽收眼底，当然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自从他第一次见白二夫人和白玉一，就对他们没有好感。但是奈何白千云这个大老粗看不明白这一点，为了防止花仙楚和白千云因为不认识人的真面目而上当吃亏，所以他要快些让他们看明白。白小玲隔空喊：成儿姐，你和大哥吃过晚饭了吗？哦，刚才在路上吃了一些干粮，现在并不饿。我太高兴了，竟然是忘了这件事儿。成儿，不如我让丫鬟再准备一些食物。爹，我们刚才吃了很多，现在真的不饿。不过我们坐了一天的马车。白老爷哈哈笑着，哈哈哈，好好，我早就让丫鬟将成儿姑娘的房间收拾好了，你们也不用陪着我这个老头子聊天，都进房休息吧。那我送成儿去他的房间。好，去吧。等到花仙楚和白千云一走，白老爷连忙看向白小玲：小玲，这位成儿姑娘如何？看着让人舒心。白老爷笑得慈祥：我也是这般觉得。若是他们二人都觉得彼此不错，千云年纪也不小了，该是娶妻的时候了。老爷，你不觉得这位姑娘长得和花王妃有些相似？我自是看出来了，不过成儿姑娘是成儿姑娘，花王妃是花王妃，她们虽然长相上有些相似，但是性格这些完全不同。还有，花王妃已经不在了，以后不要在千云和成儿面前提起她的名字。被这么说了以后，白二夫人没有再开口，白老爷则是继续问白小玲：小玲啊，我们是男方，爹觉得我们选一个好日子，亲自去成儿姑娘家提亲，你觉得如何？爹，刚才成儿姐也说了，他爹进山采药去了，对于提亲一事暂且放一放。再说了，成儿姐都跟着大哥回来了，他还能跑了不成？我们家千云可是1顶1的好男儿，这件事情我倒是不担心。小玲，你也好久没有回来了，今日就留在白府，明日再回去，可好？难得今日心里高兴，反正孩子有刘楚、东岳和奶娘他们看着，他倒是不担心。那好。一场夜谈到此结束，两人躺在床上，沈从清又不老实起来，他的手在他身上游走着。小玲，今晚可不可以？他们房间的隔壁就是白玉一的房间，而且木质的房间隔音不好，他可不想让白玉一和玉战听到什么不和谐的声音。今晚不可以，你昨晚弄疼我了，我要休息。那好。虽然语气中带着失望，但是他并不强求他。两人躺了很久，还是没有睡着。过了良久，他又悠悠来了一句：为何旁边的房中也这么安静？难道他们想的和我们想的一样？他撑着头看着他：你知道我们隔壁住着谁？白玉一和玉战。你怎么知道？刚才听见他进去了。听见他进去了，这句话听起来怎么怪怪的？你是怎么听的？每个人走路的习惯和重量不同，所以发出的声音也不同。白玉一走路又慢又缓，但是也不似白二夫人那般沉重，所以我猜测她的房间就在我们隔壁。倒是说得很在理。从清，你有没有觉得我的这位二姐夫有些奇怪？是有些奇怪，今日在客厅内，他受那样的侮辱，仍然无动于衷。若不是他很能忍，那就是他对白二夫人所说的一点不在乎。而且他步子轻盈，一个7尺男儿走路发出的声音比
比白玉一还小，这只能说明他会武。这么说的话，他就越觉得奇怪了。可是爹说他只是一个商贾。是呀，所以你想不想知道真相？沈从清突然这么说，他有些懵。什么真相？小玲，白玉一和玉战已经成亲那么多年了，再怎么聚少离多，白玉一的肚子也不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还有，今日在大厅中，我见白玉一看玉战的眼神和玉战看白玉一的眼神，想必是女有情，男无意。你的意思是二姐夫这些年在外面包养小三，劈腿了？小玲，包养小三和劈腿是什么意思？就是找了其他女人的意思。有这个可能，不过具体是不是这样，暂时还说不准。如果真是这样，白玉一岂不是在守活寡？他倒是有些可怜他了。白玉一的房中，他睡在床上，他睡在地上，他一直没有睡着，而是看着他的侧脸。他轻声唤战，他没有应声。他想，他应该是睡着了吧。他明天就要走了，他明天就看不到他了。他轻手轻脚走到他的身边，他想着，反正他睡着了，那就偷偷亲亲他吧。他刚俯身向下，他的眼睛一下子睁开了，他被他吓得连连后退。你做什么？我说过，你不许靠我这么近。可是他很不服。我知道你去过百花宴找女人，百花宴的女人你都愿意要，你为什么不愿意碰我？没有为什么。玉战，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是我不许喜欢我。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他残忍地打断了。若是以前，他一定不敢反驳，但是一想到他明天就要走了，他走了以后，他永远都不会得到这些事情的真相了。他还是深呼吸了几口气。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他连答案都不愿意给他一个吗？他有些绝望地朝着自己的床走去。次日清晨，白小玲翻身，身边是空的，他的瞌睡一下子就醒了。他连忙坐起身。从清。沈从清一手端着一盆热水，一手拿着几块小点心。小林，你叫我做甚？他将点心放在桌子上，然后将热水盆里面的帕子洗了递给他。他接过帕子擦脸。这些事情让下人去做就好了。下人做的哪有我做的好？之前我那是没时间，不过现在竹浪已经渐渐上手了，我的时间也变多了起来。以后我得多花一些时间陪陪我家小林和白白了。他有些心虚，那他还怎么偷偷出去以苏天启的身份做生意？你不是大将军吗？哪里有太多闲工夫陪我们？最近国泰民安，我也不忙。沈从清接过他洗脸的帕子，又给他嘴里喂了一个点心。他刚咬了一口，他已经端着茶水在准备了。这样的服务可谓是深得他的心。他一边吃一边说：小青子今天伺候本夫人伺候得很好，本夫人晚上重重有赏。他听了他的话，被自己的口水呛了2下。小青子晚上重重有赏，你开心就好。我当然开心，我哥终于找到了他心仪的姑娘。沈从清坐在他身边，他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一只鞋，而且还是一只男人的鞋。你把一只男人的鞋放在怀里做什么？这是玉战的鞋。你拿玉晨的鞋做什么？我昨晚一直觉得很奇怪，所以偷偷去了白玉一的房中。你猜我看见了什么？什么？白玉一和玉战没有孩子，那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睡在一起。沈从清，我一直以为你是正人君子来着，想不到你竟然大半夜
去偷看二姐和二姐夫睡觉。我还不是觉得奇怪，所以才过去看一看。你这位二姐夫可不简单，走路无声，若不是内力深厚，就是轻功了得。其实他们昨晚没在一起睡觉，这也正常。你想想，昨天我二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完全没给二姐夫面子，二姐夫心情能好吗？小两口吵架了，那肯定是要分房睡的，因为我们在这里，他们不好分2个房间睡觉，所以才在一个房间分开睡。沈从清听着他的分析，也觉得在理。不过他还是翻过鞋底细细对比着，鞋底的花纹和那页留在秦府墙壁上的花纹不一样。从清，你还没有回答我，你为什么要拿了二姐夫的鞋？我看他的鞋挺好看的，打算认好了花样，也买一双。小玲，这事儿你可不能对玉战说，我这就偷偷给他还回去。白小玲笑着，你呀，以前我觉得你成熟又稳重，可是现在都当爹了，竟然觉得你越发像个小孩子一般。这事儿只有我们夫妻2人知道，你得替我保密，否则我成熟稳重的形象就不在了。好，那你快去，别让二姐夫看见了。沈从清又闪身出去了，突然门外喧哗起来，他走到门边仔细听着，是白二夫人的声音。程二姑娘，千云既然带你回来，就是她认可了你，但是她虽说认可了你，可是我们白家可是大户人家，你若真与千云成亲，你以后是要跟着她一起去应酬的，所以很多规矩，我这个当二娘的得教教你。白小玲将门打开一个缝隙，她看见花仙楚正顶着一个水盆站在院子里面，在她周围还有好几个丫鬟在笑。这女人呐，可不能坐没坐相，站没站相，一个人有没有教养，一眼就能看出来。我呢，也不嫌弃你的出身，但是你若要嫁给千云，这些规矩都得好好学。花仙楚的额头已经有了微汗。二娘，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这就对了，千云一早就去老爷房中商量与你的婚事了，在他出来前，你就好好顶着这盆水练习走路，若是水洒出来一滴，可是要受罚的。白小玲这才看清楚，花仙楚不仅头上顶着水盆，脚上也穿着花盆底，这不是故意为难人吗？可是花仙楚现在的身份是16岁的民女一成儿，性情温婉，不能与白二夫人顶嘴。不过她可不一样，她走出了房间。二娘，你这是在做什么？白二夫人微微仰着头，她看向白小玲，仿佛在以这种方式告诉她，她才是白府的女主人。原来是小玲啊，我正在教你的未来大嫂学规矩。成儿，你还不快点走2步，让你三妹看看。是，二娘。花仙楚走了几步，走得歪歪斜斜，头顶的水洒出了几滴。她本就是礼部尚书的女儿，对于这些规矩，她从5岁就开始学习了，自然了然于心。但是这些规矩，民女一成儿可不知道，她若不出错，恐怕会让白二夫人起疑。白二夫人的音量提高了几分。成二姑娘，我刚才说过，水洒出来了是要受罚的，现在将你的手给伸出来。花仙楚将手伸了出来，白二夫人在她的手掌上打了几下。白小玲看着花仙楚白皙的手掌心里面的几条红印子，她笑着说：二娘，程二姑娘还不是白家的人，二娘就这么教训她，怕是不好吧？这个白小玲从小到大都一直和她作对，她早就看她不顺眼。小玲啊，就是因为程二姑娘还没有嫁进来，所以我才要好好教她。若是她学不会这些，又有什么资格嫁入我们白家？白小玲看向站在白二夫人身边的一个丫鬟，去将程二姑娘头上的水盆给我取下来。丫鬟将她的话当作没听到。小玲，你这般维护她，该不是认识她吧？她笑得有些假。
二娘，瞧你说的那叫什么话？我本来就认识程二姑娘，昨天大哥不是亲自介绍她了，而且还将程二姑娘带到我的面前，将我也介绍给她了。二娘，我知道我和大哥都不是你亲生的孩子，所以你从小就看我们不惯。不过我就这么一个大哥，大哥从小就疼我，大哥喜欢的姑娘我白小玲也喜欢，大哥想要维护的女子我白小玲也一定维护。还有程二姑娘有没有资格嫁入白家，不是二娘说了算，而是大哥说了算。白小玲话说的这么直，完全没有将她这个二娘放在眼中，在这一众的丫鬟面前扫了她的脸面，如果她不加以还击，恐怕以后在丫鬟面前无法树立威信。白小玲，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现在嫁给沈将军，变成了沈白氏，你已经不是我们白家的人了。我在管我们的家务事，这儿还轮不到你来说话。我也知道你娘去得早，你是个有娘生没娘养的人，沈将军不嫌弃你粗鲁，你就没事偷着乐，不要妨碍我教训一成儿。白小玲看着白老爷和白千云走过来，二娘，我知道我娘去得早，她对我调教少了，但是你也不能骂我有娘生没娘养啊。白二夫人见白小玲如此，她倒是惊讶了一番。这个白小玲前后的态度变化得太快，一点都不像她的做事风格。难道是我刚才那句话说到了她的痛处？她对白小玲和白千云有恨，他们的娘就算已经死了，但是还霸占着老爷的心，她恨。白小玲虽然已经出嫁，但是老爷每次提到她的名字提的最多，甚至有时候会将白玉衣叫做小玲。她恨白千云作为白府唯一的男丁，他继承了户部尚书的位置，而他却不是他的儿子，他恨。白小玲，你就是有娘生没娘养，偌大的汴城里面高官这么多，唯有他沈从清不嫌你，因为他自己也是平民出身，他自己都是一个没有规矩的人，自然不会嫌弃你不讲规矩。本来是在说他，可是白二夫人竟然扯到沈从清身上去了，她简直不能忍。二娘，你要是再说我夫君的不是，我可要动手了。冷二夫人笑着，白小玲身边可是一个丫鬟都没有，而她身后跟着2个丫鬟，要是白小玲先动手也好，她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好好教训她一下。我说的就是实话，沈从清也亏他是个正二品的将军，他惧内这一点，整个汴城的百姓都知道。我看他不是惧内，是根本就不……白二夫人的话还没有说完，白小玲挥手就给了他一巴掌，打得他的耳朵嗡嗡作响。他的动作太快，白二夫人身边的2个丫鬟都没有反应过来。等到他们反应过来，朝着白小玲扑过去的时候，都在做什么？给我住手！白二夫人捂着自己的脸，她愣了一下。白老爷是什么时候来的？他和白千云在书房讨论婚娶之事，不是应该很晚才出来吗？白二夫人连忙带着哭腔：老爷，妾身只是在教程儿学习规矩，没想到小玲突然跑过来就给了妾身一巴掌，妾身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了，不要再解释了，刚才你说的话我都听得清清楚楚。这些年，原本我以为你待小玲和千云如同自己的儿女，想不到你竟是当着我一套，背着我一套。老爷，不是这样的，妾身刚才说的都是气话，是小玲将妾身气急了，所以妾身情急之下才说出了那样的话。你不仅粗言侮辱小玲，还侮辱沈将军，你这个女人真是给我丢脸。白老爷转身对沈从清说：沈将军，你要如何处理他？老夫无半句怨言。沈从清笑着说：爹，原本这是白府的家务事，我不想管，但是刚才二娘说我是个没有规矩的人，如此我也就只有好好讲规矩。
东离律法里面，出言侮辱朝廷命官，该怎么处理？无故出言侮辱而不属实者，打20大板。那就这么着吧。若不是刚才亲耳听到二娘说那些话，他还不敢相信二娘其实还有这样一面。马车内，白小玲问：“是你找大哥和爹过来的？”我刚才回来，便看见你气呼呼地朝着陈二姑娘和白二夫人走去。你这性子我了解，所以我就去向爹说我们要走了。爹和大哥出来相送，刚好看见这一幕。他笑着：“你也真够记仇的，竟然要亲眼看着白二夫人挨打，这下他可恨透你了。”他恨透我又如何？你的这个二娘和二姐，心眼很坏。小玲，第一次雇凶杀你的人，便是你的二娘与二姐。什么？他原本以为自己只是不受这位后娘的待见，没想到他竟然想要杀他。我已查得很清楚。可是为什么？表面是因为妒忌，但是具体为何，还要继续调查。想必真相与白小玲小时候被幽冥组织的人绑架有关。赫连起的府邸，五皇子，今日白府出动了所有家丁，在汴城之内秘密寻找他们的二姑爷玉战。赫连起手中拿着一颗棋子，白子落下，他又抓起了一颗黑子，思考着该下到何处。五皇子，玉战离开白府一事，我们安放在白府外面的探子并未发现，这事儿是从白府内部传出来以后，我们才得知。哼，有点意思，传我命，全城搜捕玉战。他嘴角勾笑，此时白府的人谁最先沉不住气，谁就与那件事情有关。是。白小玲和沈从清回到将军府，他陪着白小玲和沈江白玩，他抱着沈江白：“儿子，叫爹。”白小玲在一旁笑着：“他才多大，要是会叫爹就怪了。”他又拿了一个拨浪鼓在他面前摇晃：“儿子，叫爹。叫了爹，就将这个给你玩。”沈江白一点都不为所动，睁大了眼睛看向白小玲，然后咿呀着要白小玲抱。白小玲抱过沈江白：“白白，你说你爹怎么就这么幼稚呢？究竟是他是小孩子，还是你是小孩子？我现在觉得呀，我们家白白比他的爹要成熟一些。”沈江白仿佛听懂了白小玲说的话，他一下子笑了。沈从清见此：“这个小兔崽子，我怎么哄他都不笑。你在他面前贬我，他竟然笑得这么开心。”白白，听见了吗？你爹在吃醋呢，你爹不开心了呢。沈江白笑得更起劲儿了。这时吴顺来了，白小玲和沈从清看见吴顺都有些惊讶。自从梅香的事情出了以后，沈从清便给他放了假，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快就回来了。大哥大嫂。白小玲见他们有要事讨论：“从清，你们聊，我出去转转。”好。白小玲抱着沈江白出去以后：“吴顺，何事？”大哥，白府传来消息，二姑爷玉战走了。走了？听说玉战留给白玉仪一封和离书就走了，现在下落不明，白府的人正在全力寻找他。五皇子安排在白府外面的眼线也知道了这个消息，恐怕这件事情五皇子也已经知晓了。沈从清眉头微皱，他知道赫连起在白府外面安插了许多探子，却不知道赫连起突然这么做是因为什么。不过在这个紧要关头，玉战突然离开，这件事情的确很有蹊跷。待10名轻功了得的亲卫，我与你们一同去寻找玉战。是，将军。屋外，白小玲抱着沈江白，东岳来报：“夫人，这是皇后娘娘发给夫人的请帖。皇后娘娘说千禧宫的荷花开得正好，邀请夫人前去赏荷呢。”皇后赫连玉和赫连白的生母，这一次赫连玉和赫连白可算是都栽了，所以这位皇后娘娘打算亲自会会她，给她的儿女出出气。夫人，
这事和将军说一说，让将军陪着夫人去。没有皇上传诏，宫外男子不得随意进入后宫。皇后就算要因为赫连玉和赫连白的事情惩罚他，也不会在他的千禧宫下手。再说了，他还有左卿跟着，左卿武功高强，他吃不了什么亏。东岳，此事不必告知将军，我会带着左卿入宫去，晚上便回来。夫人，我还是不放心。白小玲将孩子给了东岳。东岳，你放心，你何时见我吃过亏？她虽贵为皇后，但我也是正二品将军的夫人，没有真凭实据，她不敢将我怎么样。而且后宫险恶，女人之间的勾心斗角，其实就是几个大家族之间的利益相搏。若我在千禧宫出事，不用沈从卿出手，那些嫔妃贵妃自然会在皇上耳边添油加醋。想要家中女眷坐上皇后宝座的官员，也会联名上书追究此事。皇后又不傻，她没有必要在千禧宫为难我。其实白小玲心里也明白，皇后若真的不傻，那么她不该在这个节骨眼上宣她进去赏荷。她不愿意将这件事情告诉沈从卿，就是害怕他会为了她又去皇上那里。他无论功劳多高，能耐多大，但他毕竟是臣子。这时沈从卿和吴顺出来了，吴顺见此，立刻向他们两人行礼告退了。沈从卿有些不好意思，他今早才说了以后要用大量的时间来陪他们，可是他又要走了。小玲啊，那个……他一边说着，一边看向东岳。东岳连忙说：“夫人，我见小公子好像是饿了，我这就带他去奶娘那里。”东岳走了以后，没等沈从卿继续说，白小玲便说：“又有事情了。”小玲，我恐怕又要出去了。好了，我知道了，这是你的工作，我能够理解，你去忙你的吧。小玲，其他的事情我倒是还能让他们去做，可是这件事情有些重要，我必须亲自去。好了，我知道，你是大将军大忙人，我是那种粘人小妖精，离开你一刻都受不了的人吗？而且我也有我的事情要做呢。这几天我都没有去2家店看看，第3家店也要开始筹备，我得好好计划一下。既然事情已经说到了这里，那个从卿啊，我的3号店开张有点缺银子。小玲，缺银子就去账房取，我的银子就是你的银子。我可是缺很多银子，说不定还要将皇上赏给你的金银全部都花掉。那就花掉好了，我平时不用银子，每次上朝穿的衣服都是朝廷发的，不用花银子特地去做。只要你每天给我3顿饭吃，我就欢喜了。还有，以后你要用银子，直接去账房支取就好。我挣银子本来就是给你花的，你若不花，我还嫌它堆在库房里面占地方。白小玲听了欢喜的不行。老公对我最好了。小玲，上次你也叫我老公了，老公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家乡对相公的叫法。他指着他：“你快叫我老婆。”他笑，这么说起来，那么老婆就是他家乡对娘子的叫法了。老婆。说完这句话，白小玲就推着他出去了。两人走在悠长的公道上。夫人，为何皇后娘娘突然宣您入宫了？白小玲低声说：“因为梅香一事，赫连玉的名声毁了，赫连白被罚1个月面壁思过。梅香无亲无故，但是她与吴副将之间有情谊，皇后娘娘怕是要将这一腔怒火撒在将军府。但是柿子得挑软的捏，她捏不动沈从卿，自然要来捏我。夫人为何不将这件事情告诉将军？”白小玲淡淡一笑：“我总不能每次遇到一点挫折就去找他，我也得让别人看看，其实我这颗柿子也不软，甚至有点扎手。”两人已经被带到了千禧宫的宫门口，宫女对他们说：“
沈夫人，奴婢先进去通告一声，还请沈夫人在此等候一下。去吧。千禧宫内，母后，那件事情现在闹得人人皆知，女儿没法活了。皇后也是一脸心疼。玉儿，他们不敢说。他们不敢说，但是他们知道，只要他们知道就总有说漏嘴的时候。母后，女儿相信只有死人不会说话，为了女儿的名声和以后的幸福，母后应该派人暗中杀了他们。皇后沉默着，她想着那日皇上对她说的话。玉儿，母后知道你在这件事情上受了苦，可是事已至此，你要多忍耐。你父皇已经因为这件事情大发雷霆，若是此时那群人有任何闪失，不需要任何证据，你父皇一定会将责任算到我们头上。母后，就让舅舅出手杀了他们。舅舅手握兵权，就算父皇查出来是他所为，他也会忌惮舅舅手里的兵权，不会为难舅舅。哎呀，玉儿，你舅舅远在东篱与西城的边境，他怎可放弃守护边疆的职责来做这等事情？母后，舅舅一直都疼爱玉儿，要是舅舅知道玉儿受了这样的委屈，他一定会为玉儿出气。玉儿也不想这样，玉儿也是受害者，玉儿也害怕呀。可是玉儿没有办法，当初玉儿为了寻找三哥私自逃出皇宫，没想到玉儿虽说找到了三哥，但是说到这里呜呜哭了起来。皇后为了不提起赫连玉的伤心事，所以那件事情的细节她一直没问。皇后有些着急。玉儿，那天究竟发生了何事？母后，当初幽冥的人抓了我和白小玲，他们要三哥选，只能2人之中救1人，但是三哥选了白小玲，他没选我，所以我才皇后一听，她大声呵斥：哼，一个低贱之人生的儿子，竟然敢这般对待我的女儿！玉儿，那个白小玲是何人？她是赫连觉在宫外的老相好？赫连玉摇头：不是，她是沈将军的夫人。那她为何不救你，却要救这个白小玲？母后，这件事情玉儿也觉得奇怪，但是后来玉儿又不觉得奇怪了。我们一起从春水村回来汴城的路上，我发现三哥与沈将军的私交甚好，而且这次梅香一事出了以后，大哥就被父皇暂夺了监国之权，被软禁在东宫之中。梅香与将军府的吴顺侍卫走得很近，当初大哥将他们抓到东宫，沈将军竟然带着人手持兵器跑到东宫之中要人，然后我和大哥都出事了。皇后是个聪明人，她只听到这里便也猜到了。赫连觉他竟然想获得沈从卿的支持，与你大哥争夺储君之位。赫连玉点头：母后，我也是这般想的。皇后一下子站了起来：哼，好一个赫连觉，平日里看他不争不抢，想不到他竟存了这样的心思。玉儿，你放心，母后这就会去给你舅舅家书一封，让他尽快回来汴城一趟。是，母后。此时宫女来报：皇后娘娘，公主殿下，沈夫人求见。沈夫人？哪个沈夫人？赫连玉解释：母后，沈夫人就是白小玲。她竟敢来！邀请白小玲来千禧宫赏荷的并不是皇后，而是赫连玉假借皇后之名请白小玲前来。白小玲，这下就有你哭的了。母后，白小玲让我失了清白，我不想看见她，我先走了。玉儿，那你从后门离开。这个白小玲，本宫今日倒是要好好会会她，去宣她进来。
是，皇后娘娘。几个宫女从千禧宫的门前路过，白小玲对左青使了一个眼色，去将他们叫过来。左青走过去喊：哎，你们几个过来一下，我们家夫人要见你们。宫女见白小玲和左青都衣着不凡，而且在宫中没有穿宫服的，想必是哪位大人家中的夫人，他们不敢惹。几个宫女走了过来，他们对白小玲行礼：夫人，请问有何吩咐？我是将军府的沈夫人，今日得皇后娘娘懿旨入宫赏荷，但是刚才走得急，现在还没有吃饭。你们手中拿着什么？若是吃的，可否分我一些？回沈夫人的话，奴婢手中拿着的是花瓣。熹妃娘娘习惯早上沐浴，我们这是要去伺候她沐浴更衣。若是沈夫人饿了，奴婢可以让一个宫女去御膳房拿一些食物过来。既然不是食物，那就算了。刚才领路的宫女已经进去通报了，我待会儿便要进去了，你们去忙吧。是，沈夫人。宫女退下以后，夫人，这是作何？白小玲笑着，这后宫之中的嫔妃一个个的跟名侦探一样，我就是要放出消息。现在我在千禧宫，有兴趣的人当然会来看戏，想要借题发挥的人也会暗中插一脚。夫人英明。宫女出来，她对白小玲和左青说：沈夫人，皇后娘娘请你们进去。好，皇后娘娘，沈夫人到。进来。白小玲与左青一同向皇后行礼。臣妇白小玲参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奴婢左青参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他两人半跪着，皇后拿过青花瓷茶杯，用茶盖一下下拨着茶水，并未说话。白小玲心中明白，皇后这次让她过来本就是一场鸿门宴。她再次高声道：臣妇白小玲参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沈夫人，本宫的千禧宫可比不得你的将军府啊！你吵得这么大声，吵得本宫脑袋疼。臣妇吵到皇后娘娘，实在不该。刚才皇后娘娘一直没说话，臣妇以为皇后娘娘没听清，所以才大声又说了一遍。皇后眼中的厌恶一闪而过，然后又笑道：哼，本宫年纪大了，最近听力是有些不好。沈夫人，平身吧。谢皇后娘娘。白小玲与左青两人起身，左青推到一边，皇后对一个宫女说道：还愣着做什么？去给沈夫人搬一张椅子过来。是，皇后娘娘。椅子搬来以后，沈夫人，请坐吧。白小玲坐下，宫女又给她上了茶。皇后继续说：这是今年新进贡的大红袍，本宫的玉儿最喜欢喝的就是大红袍。玉儿是本宫的心头宝，若是有人让玉儿受了委屈，本宫绝对不会轻易放过她。沈夫人，你能理解本宫吗？大红袍的确好喝，难怪之前三公主在驿站之时，让臣夫相公身边的亲卫骑行千里回来汴城，为他买大红袍。那名亲卫可是与臣夫的相公一起去冒险处理要事。三皇子当时生死未卜，三公主却削弱我方势力。这大红袍的魅力果真是大。三公主如此酷爱大红袍，恐怕连皇上都不知道此事呢。皇后的脸色一变，哼，这个白小玲果然有两把刷子，难怪玉儿会败在她的手中。不过我可不是像玉儿一样涉世未深呢，她就算有几分小聪明又如何？她能与我这个深宫皇后比？皇后对大红袍的事情避而不谈。沈夫人，听闻你与三皇子私交甚好。回皇后娘娘的话，臣妇与三皇子并无私交良好，
只不过在春水村的时候见过几面而已。唉，三皇子虽然不是本宫的亲生儿子，不过他也唤本宫一声母后，本宫也算是看着他长大的。听说他这次去冒险受了伤，最近一直在养伤，也没有来看望本宫。本宫对他也是甚是想念。三皇子与沈夫人认识，正巧本宫也想念他。惜春，去将三皇子请来。是，皇后娘娘。皇后说自己对赫连觉甚是想念，若是真的想念，那也不会身份地称呼赫连觉为三皇子。她在此时此刻将赫连觉叫来，又是有什么阴谋？皇后娘娘邀臣妇来赏荷，刚才臣妇来的时候，的确看见千禧宫水池里面的荷花开得正好。皇后娘娘，现在天气正好，不如我们出去赏荷吧。皇后微微一愣，她并未邀请白小玲入千禧宫来赏荷，为何她会这般说？不过下一瞬，她就想明白了。也许是玉儿受了白小玲和赫连觉的欺负，想要以这种方式让她替她要一个公道。没错，那我们就出去吧。到了池塘边，皇后看着满池盛开的荷花。沈夫人，你可知本宫为何喜欢荷花呀？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乃花之君子者也。说得好。本宫喜欢荷花，便是因为觉得做人也该像荷花一般。可是有的人就不似荷花，外表看起来单纯无害，其实心肠比谁都狠毒。当着人笑脸相迎，背着人恨不得给人身上插刀子。哼，本宫最是痛恨这种人。白小玲听着皇后娘娘的描述，她知道皇后这是在暗指她就是这样的人。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这就是人性。就是因为赫连玉是皇后的女儿，所以赫连玉说的话，皇后都无条件相信。她与皇后无亲无故，所以无论她怎么解释怎么说，皇后都会选择相信她的女儿。皇后如此，赫连白也是如此。皇后刚才说的话若是真的，那么她真正该讨厌的人应该就是赫连玉。不过由于赫连玉是她女儿的缘故，她看不见赫连玉的不好。这样两面三刀的人着实让人讨厌。他们不仅善于在人背后捅刀子，而且还利用最亲之人对他的信任，利用那些疼爱他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将自己的亲人当作刀枪使用。皇后看了白小玲一眼。沈夫人对此很是了解嘛？那是当然，因为臣妇见过这样的人。哦，本宫倒是想知道沈夫人见过的这样的人是谁。皇后娘娘，你看谁的亲人总是遭遇劫难，那便是谁。此时宫女喜春已经带着赫连觉来了。赫连觉看见白小玲也在场，他微微惊讶了一下，然后就对皇后行礼。母后吉祥。皇后本就不喜欢赫连觉，赫连觉的母妃是如嫔，如嫔性子懦弱，而她的母族也不过是个六品小官。赫连觉碌碌无为，是皇上众多皇子中最不起眼的一个，所以他不愿意与他们多走动，觉得他们无法帮助他，也无法威胁他。这些年倒是他放松了警惕，想不到赫连觉竟然想要染指太子之位，而且还害得他的女儿失去了清白。如此，这个赫连觉虽然叫他一声母后，但是他仍然留不得他。觉儿，你的身体好些了吗？回母后的话，儿臣的身体已经大好。啊，母后这段时间忙，没来看你，你可怪母后啊。母后手握封印，掌管后宫，每日有很多事情要忙，儿臣都明白。儿臣回来有几个月了，没能来千禧宫给母后请安，是儿臣的错。好，觉儿能这么为母后着想，母后心中更愧疚了。母后刚才呀，让宫女熬了一碗海参汤，听说很是滋补。喜春，
快去给三皇子将海参汤端过来。是，皇后娘娘。没过一会儿，喜春已经将海参汤给端了过来。三皇子，请喝汤。赫连觉并没有马上去接那碗海参汤，表情依旧为难。皇后见此，有些不乐意。觉儿莫不是心里其实责怪母后没来看你，所以你不愿意喝母后给你做的海参汤？其实并不是她不愿意喝，只不过在她10岁那年，她喝了用海马泡的酒以后，就浑身起疹子，痒得她差点将自己的皮给挠破了。后来请皇太医诊治，皇太医说她不能吃海里的东西，否则就会长这种疹子。不是，只是这海参汤很是珍贵，觉儿受宠若惊啊。赫连觉看着手中的那碗海参汤，白小玲看着赫连觉，她不知道是自己眼花了还是如此，她竟从赫连觉眼中看出了一种壮士出征的悲壮之情。她在想，难道他不能喝海参汤？赫连觉将海参汤靠近嘴边，白小玲一只手摸着自己的额头，身子偏偏倒倒，然后竟然一下子晕倒了。她在晕倒的时候撞向赫连觉，弄洒了赫连觉手中的那碗海参汤。左卿见此，连忙前去扶住他，他焦急喊：夫人，夫人，你如何了？他见白小玲双眼紧闭，一下子也乱了方寸。夫人的身体一直很好，为何此时会突然晕倒？左卿试着将白小玲抱起，但是他试了几次都没能成功。赫连觉见此，他眉头紧皱。我来。左卿退下，赫连觉一下子将白小玲抱了起来。他对左卿说：快去请皇太医。左卿刚打算离开，他又转身对赫连觉说：三皇子，烦请你保护好夫人。好。赫连觉正打算抱着白小玲出千禧宫，皇后叫住了他。觉儿，沈夫人是本宫请来的贵客，如今她突然晕倒，本宫有责任啊。你就将沈夫人送到偏殿去休息，等待皇太医来诊治。赫连觉转念一想，若是回母妃的宫殿，还需要走一阵子，而他现在不知道她的情况如何，还是将她放在阴凉处休息最好。赫连觉将白小玲抱到偏殿，皇后本想也跟着进去看看，但是熹妃叫住了她。姐姐，你这千禧宫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怎么这么热闹？在皇后眼中，熹妃由于长得妖气，会一些狐媚子妖术，所以她进宫不到1年，就从才女变成了正二品的妃。如今因为育儿的事情，皇上很少来她的千禧宫，倒是经常去她的熹妃宫，所以熹妃这段时间膨胀得很，不将她这个皇后放在眼中。但是奈何皇上目前宠幸她，若是他邀请白小玲来千禧宫赏荷，并且白小玲晕倒的事情被他传到了皇上的耳朵里，皇上会如何想他？熹妃妹妹如何来了？今日不用陪皇上吗？皇上日理万机，只有晚上的时候来妹妹宫中。现在大白天的，皇上当然是在处理正事。妹妹夜夜都将皇上留在自己宫中，也不怕遭了其他姐妹的妒忌。只要姐姐不妒忌妹妹，其余妃嫔妹妹自然是不怕的。就是不知姐姐会不会因为妒忌而做出伤害妹妹的事儿呢？皇后心中暗骂：哼，熹妃，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不过趁着自己年轻，长相妖娆，竟这般目中无人。等你的圣宠衰弱，没有强大母族支撑的你，注定会被后宫嫔妃给生吞活剥了。本宫怎么会妒忌妹妹？本宫的儿子贵为太子，女儿也长大了，现在儿女双全，本宫有何妒忌？再说了，皇后为妻，妃嫔为妾，本宫作为后宫之主，执掌后宫大小事由，若是这点度量都没有，如何替皇上母仪天下呢？皇后的几句软绵绵的话听着好听，但是绵里藏针。
熹妃脸上的色彩有些不好看了，她左右看了一眼。听说姐姐这里今日来了贵客，人呢？妹妹整日不想着如何好好伺候皇上，倒是将我千禧宫内的事情知道得一清二楚。没错，今日本宫这里的确来了贵客，不过他方便去了，妹妹想见也得等他方便完了以后。熹妃听此，真没打算走了。也不是妹妹八卦，主要是妹妹早就听闻沈将军的妻子沈夫人是一位奇女子，早就想见识一下了。妹妹平时出不了宫，如今沈夫人好不容易进宫一趟，妹妹当然要来好好看看。妹妹啊，就坐在这里等到沈夫人出来为止。皇后见熹妃是不见白小玲不走人了，那熹妃就陪着本宫进去等。也好。偏殿内，赫连觉将白小玲放在床上，他急得都快流汗了。他对喜春说：你去厨房准备一点降暑的食物，沈夫人突然晕倒，怕是被太阳晒的。好。喜春连忙出去了，并且将门给关上。现在屋子里只有白小玲和赫连觉两人。沈夫人，沈夫人，你没事吧？没事儿，只不过最近的确长胖了。左卿刚才竟然好几次没有将我抱起来。他一边说着，一边睁开了眼睛。赫连觉看着那双闪动着长睫毛的眼睛，有几分失神，然后他立马调整了自己的心态。沈夫人，你没事？刚才见你不想喝那碗海参汤，就只有装晕。怎么样，装的可还像？赫连觉的嘴角抽动了几下。的确挺像。唉，我就只会种田和有一点小聪明，不过还好演技在线，不然刚才那种情况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沈夫人，多谢你又救了我。不必言谢。对了，你为何会见了那碗海参汤会有一种苦大仇深的表情？我这体质特殊，只要吃了海里的东西就会全身起疹子，奇痒3日，生不如死。这么严重？小时候误食海马泡的酒，就曾痒了3日，那次可差点要了我的命啊。他明白了，他这是海鲜过敏。你曾经因为吃海里的东西发过病，皇后不可能不知道。他又故意将你宣来，然后让你喝海参汤，这是在害你。恐怕是因为赫连玉的事情。他说的是赫连玉，而不是三妹玉儿。你现在相信我的话了？他谎话连篇，害了梅香，大哥又因为他的事情被父皇禁足，这次不知道他又在母后面前说了什么。好了，皇后没在这里，不必再昧着良心叫她母后。赫连觉笑着：你连这个也知道？渴了吗？说了这么多话，的确有点渴。赫连觉见屋子里的桌子上有茶水，便给他倒了一杯。他将茶水端给他。喝点水。他接过赫连觉手中的茶水，然后喝了一口。刚才皇后给我喝了大红袍，我觉得大红袍的味道和这普通茶水的味道没有什么不同。赫连觉笑着：你和赫连玉是不同的人。那件事情你也知道。我与你们在路上走了1个月，就算他们不当着我的面讲，我也听到了。我回去让从亲好好管管他们，让他们以后不要乱说。我也知道了，其实赫连玉上次去茂县并不是为了去找我，而是想与沈将军一同前行。我都明白了，或许一直以来只有我将她当作妹妹，而他根本就没有将我当作哥哥。他骗我，利用我，如今却又开始想要害我了。我想要的并不多，我只希望能在深宫大院之中保全母妃，保全自己。皇后会如此待你，想必赫连玉扭曲了在地道里面发生的事情和你去茂县治理水患的初衷。我主动请缨去茂县治理水患，不过是想得一份功，然后请求父皇给我赐地封王，让我带着母妃一同远离这是非之地。对于他的这个想法，他有些惊讶。
皇上怎么可能允许自己的嫔妃与儿子一同前往封地？这事说不通啊！赫连觉见白小玲有疑惑，他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父皇后宫之中嫔妃众多，恐怕他早已经忘记母妃了。母妃的宫中，他有5年未去了。也是，都说古代皇上后宫佳丽3000，要真有3000人，每人1晚排轮子，也得等将近8年。赫连觉能将这么秘密的事情都告诉他，看来是真将他当作朋友了。他抬头看向赫连觉，岂料赫连觉的脸早已经红了。他有些懵，他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就脸红了？难道是因为我刚才说的排轮子侍寝的事情？但就算古代人脸皮薄，也不会因为我说了这么一句话就脸红吧？难不成赫连觉还是一个处？一想到这些，白小玲就睁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盯着赫连觉。赫连觉的脸越发红了。他为什么一直这样盯着我看呢？白小玲还在想，就算赫连觉平时默默无闻，但是他好歹也是一个皇子。听说皇子到了年龄以后，都有专门的宫女来教他们那些事情。赫连觉看起来老大不小了，不应该没经历过那些事情才对。赫连觉，你今年多大？怎么突然问我这个问题啊？他的八卦之心早已经蠢蠢欲动了。我就是很好奇，你到底多大？26。那你可有妻妾？尚未婚娶。他这样盯着他，他实在是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而且实在是不好意思。他问的这些问题，若是他尚未嫁人，他会以为他对他有想法。他已经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八卦之心了。那你有没有女人？他见赫连觉的表情有些懵，继续解释。就是那种不属于妻也不属于妾，就是单纯的给你暖床的女人。赫连觉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他的心扑通跳个不停。你好好休息。说完，他刚打算离开房间，却发现门被从外面锁了。外面有人吗？白小玲也意识到了事情不对。发生了什么事儿？门打不开了。怎么会这样？白小玲摇着门，门的确被从外面锁死了。还是他大意了，他走进那壶茶水，然后使劲嗅了嗅，他没闻出一个所以然来。他将茶水壶递给赫连觉，你闻闻，这壶茶水可有问题？赫连觉闻了以后，眉头一皱。的确有问题，这壶茶是龙井，但是和我以前喝过的龙井气味有些不一样，但是里面具体有什么我说不清。得了，不用闻了，是媚药。赫连觉不可思议地说。什么？因为药效上来了，他现在觉得自己的身体在起反应。没错，恐怕皇后的终极大计是要从轻来捉奸在床。这……白小玲走到角落里蹲着，她不去看赫连觉。我刚才喝了那壶茶水，现在身体有些难受，你就别说话了。我们假装这个房间里面没有男性。这也可以啊。他很清楚，左倾是第一次入宫，他对宫中地形不熟，他要想去太医院找皇太医不会顺利。况且皇后既然事先有计划，那么他也会暗中派人阻碍左倾，将希望放在左倾身上不现实。将那个茶壶带走，然后大声喊叫。赫连觉有些懵，现在不是不能让人发现他们在一起，大声喊叫无疑是暴露自己。但转念一想，白小玲让他做的是正确的。来人呐，开门呐，沈夫人不行了，快来人呐，救人呐！赫连觉的声音很大，原本在主殿喝茶的熹妃听到这隐隐约约的声音。姐姐，你可听见有男子喊叫的声音？皇后自然是听见了。赫连觉与白小玲之间有奸情，他给他们创造了这么良好的机会，他们不知道好好享用，却在这里大喊大叫，真是不知好歹。哦，听见了，
今日觉儿前来探望本宫，刚才沈夫人走后，她也说自己肚子疼便离开了。说起来，他们去方便也去得太久了。刚才叫救命的是三皇子，莫不成是掉入茅厕了？熹妃站了起来，秋水和本宫一起去看看。皇后也站了起来。喂，那等污秽之处，妹妹还是不要去看了。我让几个宫女太监去看看便是。不，这多有趣，妹妹必须去看看。熹妃说着，已经朝着声音的来源走去了。这位娘娘，我是三皇子赫连觉。刚才沈夫人突然晕倒，我将沈夫人送到偏殿，可不知为何偏殿的门窗都被锁了，无奈之下只得砸了窗户，看看外面有人没有。熹妃微微转头，她对皇后说：姐姐，三皇子说的话与姐姐说的话完全不同。沈夫人身体不适，姐姐便让人开了房门，请太医进去瞧瞧。否则沈夫人要是真有一点什么，姐姐在沈将军那里可不好交代呀。皇后的脸色很难看。惜春，刚才沈夫人和三皇子不是去茅房了？为何他们会被关在偏殿之内，还不赶紧去将门打开？是。惜春拿着钥匙打开了房门，众人进去以后，只见白小玲捂着肚子蜷缩在地上。姐姐，沈夫人都已经这般难受了，还是应该请一个太医过来瞧瞧。如果太医来了，那么太医便知道白小玲这是怎么了。已经派人去请了。熹妃故作惊讶，原来是已经去请了呀。那就是说，姐姐早就知道沈夫人身体不适。然而刚才姐姐骗妹妹，说沈夫人是去方便了。结果沈夫人和三皇子被姐姐关在偏殿里面，疼得要死。若不是三皇子砸了窗户求救，沈夫人说不定得生生疼死在里面了。姐姐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啊？妹妹很是好奇呢。皇后的脸上依旧一点笑都没有。如果今天不是熹妃来此，就算赫连觉在千禧宫喊破了喉咙，都不会有人理睬他。他与白小玲之间的事情必成。熹妃见皇后不说话，妹妹愚笨，是想不出姐姐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不过皇上聪明，等到今晚皇上来熹妃宫以后，妹妹将这件事告诉皇上，看皇上会怎么说。皇后明白熹妃这是在威胁她。哼，熹妃，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不过是偏远清水县的九品县令之女。姐姐对妹妹果真关心。皇上后宫这么多嫔妃，姐姐竟然记得妹妹的出身。自然记得。清水县靠近东离与西城的交界，兄长镇守东离西城边疆，他在来信中与本宫提过清水县县令。皇后这几句话看起来平平无奇，其实是在用熹妃的家人威胁她。熹妃不是省油的灯，她立马明白了皇后的用意。哎呀，姐姐，我们讨论远了，沈夫人都快疼死了，我们却在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秋水，你去看看沈夫人怎么了。白小玲心里大骂一声，我去，终于想起我了。秋水走过来，沈夫人，你如何了？没事儿，本宫来看看。熹妃说着，她走到了白小玲身边，她看着白小玲呼吸急促、面色潮红的模样，就知道她是怎么了。沈夫人，可是觉得腹痛难忍？是。这事儿完全和腹痛没有关系，但是仅凭这几言几语，白小玲清楚，这位熹妃的心计一点都不比皇后少，而她一个县令之女，能在不到1年时间之内成为正二品的妃，凭的不仅是美貌。唉，姐姐，沈夫人怕是月事来了。妹妹月事来的时候，
也是这般疼得死去活来。我的宫中备有红糖水，秋水，快去取一些过来。熹妃说着，便扶着白小玲上床休息。三皇子，此事便不必声张了。这女子来月时，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反应，有的人毫无察觉，有的人就疼得要死。三皇子恐怕是没见过这样的事儿，所以才误以为沈夫人生病了。其实啊，沈夫人什么事儿都没有，只要过了这些天，她就好了。皇后冷笑着，看来这个熹妃也倒是有几分聪明。熹妃看向桌子上的茶壶，而那个茶杯不见了。熹妃一边给她擦汗，一边在她耳边轻声说：沈夫人，我知道你并非月事来了，而是在千禧宫受了害。你我虽然之前并不相识，但是我们有共同的敌人，那我们就是朋友。我母族不旺，在后宫之中处处受限于皇后，若是沈夫人能给我一个皇后的把柄，沈夫人以后有难，我必当回报。白小玲将手里握着的杯子悄悄放入熹妃的袖子中。由于熹妃和赫连觉都挡在床前，皇后站在离白小玲较远的地方，对于刚才他们说的话做的事，皇后一无所知。这时左卿终于急急忙忙带着皇太医来了。皇太医正拿出药枕准备给白小玲把脉，沈从卿便来了。人未到，声音先到了。小玲，小玲！他听到他突然晕倒的消息以后，便丢下吴顺他们进宫来了。他还在想，他好端端的怎么就进宫了？但是知道他来的是皇后的千禧宫以后，就一点不觉得奇怪了。从卿，我在这儿。沈从卿进来偏殿，才半日不见，你怎么将自己弄成这副模样？快点出宫。沈从卿对皇后说：皇后娘娘，那人身体不适，便不做逗留了。皇后也松了一口气，幸亏沈从卿来得早，皇太医没能给白小玲把脉。她当即说：好。上了马车以后，左卿驾车。白小玲知道自己身处马车内，她便不安分起来。她朝沈从卿的怀里凑了凑，一只手滑入他的怀里，摸着他的腹部的肌肉。她颤了一下，低头看着怀里的人儿。小玲，你怎么了？我被皇后下药了，皇后派人来通知你入宫，是想来一个捉奸在床呢。沈从卿的眼中闪过一丝寒光，他为了东篱安全拼死拼活，皇后贵为一国之母，竟然设计陷害他的老婆。小玲，那你……他掐了他一把。我都忍得这么辛苦了，你还怀疑我？我没怀疑你，就怕赫连觉那小子不老实。你放心，他是正人君子。听到他这么说，他有些吃醋。那我就不是。他又贴近了他一些。从卿，你老实说，上次我住在外面，你吃了娘做的小点心以后没忍住，其实是不是因为从那时候开始你就已经喜欢我了？我不知道呀，就是觉得看见你的那个模样就越来越没忍住。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想我白小玲也是莲花村10里8村一枝花，自从开了专场以后更变成了全民偶像。你每天看着这么一位小娇妻，没理由不心动。他的自制力一向很强，但是那次他没忍住，实在不像他。但那时候的他并不知道其实自己是否对他有了感情。小玲，你的确很美。忍了这么久，那种药效也渐渐过了，现在他的神智越发清醒起来。原来吃了这种药，最后并不会爆体而亡，电视剧里面都是骗人的。所以当时沈从卿也是那样，他都忍了那么久了，药效会一点点消失的。
可是他最后还是没忍住，让他没忍住的不是因为那种药，而是他。他俯身向下亲吻了一下他的额头。小玲，这件事情是老公没有做好，回去以后老公任凭你处罚。他嘻嘻笑着。好，那你就洗干净躺床上，等我好好收拾你。好。熹妃宫内，熹妃见皇上的表情不佳，她屏退了宫里的宫女太监，走到皇上身边，拉他坐下，然后轻轻揉着他的太阳穴。皇上，你最近心情都不好，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吗？以前朕最看重最信任的便是太子，朕甚是没有想到他竟会让朕这么失望。熹妃知道皇上最不喜欢的就是他问起国事，他没问太子是如何让皇上不开心。皇上，这人无完人，太子也是一个普通人而已，难免会犯错。可他若是一般普通人也就罢了，他是太子，他以后可是要继承皇位的，他的一个错误决定不仅仅会影响他，更重要的是会影响整个国家呀。皇上，你不要再生气了，太子若是做错了事，皇上你便教教他，让他改正。再说了，以后太子的每一次重大决定，还有东篱的文武百官看着，不成多大问题的。臣妾虽然没有见过太子，但是臣妾也听过宫中宫女太监们讨论过太子殿下，他们都说太子殿下很好，既不苛责对待下属，性子也温和。可是他这次不分是非黑白处死了一个宫女，而且那个宫女与将军府有瓜葛。沈将军是难得的人才，太子以后登基需要得到他的大力支持，可他就是如此糊涂。这件事情以后，恐怕他与沈将军之间的梁子也算是结下了。熹妃就有这么一股神奇的力量，她不直接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却能让皇上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将那件事情讲出来。她想做的不是贵妃，而是皇后，而皇后的位置上有人，要等那个人下来以后，她才有机会上去。皇上，沈将军和太子殿下都是明白事理之人，他们就算私底下有不开心，但是对于政事上会以大局为重。说起来，臣妾今日还见到了沈将军。爱妃是在何处见到了沈将军呢？在千禧宫。今早臣妾的宫女去摘了花瓣，在回来的路上遇见了沈夫人。沈夫人说自己饿了，向宫女讨东西吃。宫女回来以后，将这件事情告诉了臣妾。臣妾早就听过沈夫人了，她是一个奇女子，臣妾心中对她很是好奇，于是想去姐姐那里看看她。没想到沈夫人竟然在姐姐的千禧宫生病了。生了何病啊？其实也算不得是病，就是一种促进男女感情的药。而且不知是谁，竟然将沈夫人和三皇子关在一个房间内，窗户和大门都被锁死了。若不是三皇子砸破窗户大声喊叫，被臣妾听见了，后果不堪设想。皇上听到这里，他的脸色已经十分难看了。爱妃，这件事情不可声张，万不可对其他人说起。皇上，臣妾自是知道这件事情的厉害之处。当时臣妾猜想，沈夫人恐怕早就握有证据，于是臣妾骗取了沈夫人手中的证据。熹妃说着，她从袖子里面拿出一个茶杯。这个茶杯便是沈夫人当时喝茶的茶杯，她是喝了茶以后才中了药。皇上接过茶杯。爱妃为何将茶杯给了朕呢？熹妃出身不好，因为她的出身处处受限于皇后，若是能有这个把柄被她捏在手里，会在后宫之中好过许多。皇上，我和姐姐是一家人，出了事情当然要一家人一起解决。
皇上听到熹妃说的这些话，他甚是欣慰。他将熹妃拉入他怀中，他抱着她。爱妃，若是皇后能有你一半通情达理，朕也不会这么头疼了。熹妃依偎在他怀中。皇上，姐姐年岁渐大，或许是对自己不自信了，所以才多疑善变，还请皇上不要责怪姐姐。好好好，不责怪不责怪。熹妃，朕肚子饿了，你今日为朕做了什么佳肴啊？都是皇上喜欢吃的，臣妾这就去将它们端出来。熹妃离开的时候，她得逞一笑。今日无事，白小玲和东岳一起去了仙书超市2号店，想要查看招工情况。白小玲看着2位掌柜口干舌燥，连喝水的机会都没有，便让他们先去休息一下，剩下的人她来招聘。叫什么名字？御战。御战。白小玲一抬头，看到面前穿着青衫的男子。这还真是那位前几天休了白玉衣的御战，他不是离开了吗？为何又出现在这个地方？御战的表情也有一些惊讶。是，叫我白老板。他今日穿着男装，想不到御战竟然一眼就将他认出来，真是好眼力。御战愣了一下。白老板。现在开始答题。好。你为何要与白府2小姐白玉衣和离？面试的房间里面只有3人，白小玲、东岳以及御战。御战没想到白小玲会问这个问题。白老板，这是今日面试的题目。是。御战沉默了良久，他才说：我与白府2小姐白玉衣聚少离多，并无太多情谊，再加上白二夫人与白老爷对我不喜，而且白二夫人多次对我言语侮辱，我实在受不了，就此还我和她一个自由。这倒也说得通。第2题，我之前给你仙书超市3号店掌柜的职位你不当，却偏要来应聘伙计，这是何故？我一直被人看不起，不享受嗟来之食，只想凭借自己的努力来生活。白老板若是今日看得起我，便留我在你店里干活；若是看不起我，我御战自当离开。我相信，只要勤劳，我不会饿死。东岳听着御战说的这些话，他也动了恻隐之心。他小声对白小玲说：夫人，我觉得玉公子以前有经商经验，将他留下很是妥当。将他留下，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几日他也得了消息，白府的人在汴城寻找御战，若是被他们发现消失的御战出现在他的仙书超市里面干活，会怎么说，怎么想？对于这件事情，他也暂时拿不了主意。东岳将声音压得更低了。夫人，玉公子真的是有才华的，您不能因为他曾经的身份就不聘用他。我们此次招聘的原则是公平、公正、公开。若是夫人尚且不能做到如此，那么还能有什么理由说服别人这么做？你可愿意从基层做起？愿意。那好，恭喜你成为仙书超市3号店里面的一员。待会儿去李掌柜那里签完合同，你从此就是我仙书超市的人了。好。御战这还没有离开，白二夫人和白玉衣便带着白府家丁来了。都说家丑不可外扬，白二夫人也是知道这一点。李掌柜将他们请入后厅，好茶好点心招呼着他们，然后前来禀报白小玲。李掌柜看了一眼御战，然后在白小玲耳边轻声说：白老板，白二夫人和白二小姐来了。知道了，李掌柜带着玉公子下去签合同吧。李掌柜愣了一下。白老板，白二夫人和白二小姐恐怕就是为了玉公子来的。我刚才已经承诺了玉公子，让玉公子成为仙书超市3号店的员工，你带他下去办好手续，然后将他带到员工宿舍里。白二夫人那边我自会去说。是，夫人。李掌柜带着御战下去了，白小玲和东岳一起前去后厅。白二夫人一见白小玲，她便说道：白小玲，御战呢？二娘，
玉公子现在是我仙书超市的员工，你找他有何事？白小玲，你少在这里装蒜。以前不知道，现在才发现原来你这么会装。你是偏偏要和我作对，是不是？二娘，我只是实话实说罢了。玉公子已经和我二姐和离了，现在两人都是自由人。二娘现在带着人满大街寻找玉公子，二娘找到了玉公子，难道还要逼他强娶二姐不成？白小玲说完这些话，白二夫人和白玉一的脸上都十分难看。白小玲，有你这么诋毁你姐姐的吗？我就是不懂才问的呀。二娘若不是这个意思，你找到玉公子以后是想做什么呢？白二夫人被问得说不出话来。三妹，你可不要这么说，我们想找到他，也只是想问问清楚，他为何突然写了和离书给我。这下连东岳都忍不了了。玉公子为何写了和离书？难道你们还不知道吗？是，玉公子出身寒门，与你们门不当户不对。况且玉公子做生意也没有成功，所以你们就可以随便侮辱他吗？现在玉公子已经与你们没有关系了，我看你们二位还是请回吧。大胆丫鬟，你竟敢对本夫人这么说话！来人，张嘴！东岳往白小玲身后躲了躲，白小玲抬眼看向白二夫人。二娘，您怕是忘了，东岳虽说是丫鬟，但是她是我将军府的丫鬟，并不是白府的丫鬟。要打要骂，也得我这个主子来决定。白二夫人听到将军府3个字，瞬间想到了上次挨打的事情，她的态度软了下来。我要见御战做不到，我让老爷过来，我不信老爷过来了，你还能不给这个面子？玉一，我们走。娘，走。白小玲带着东岳正打算离开，没想到就在门口遇到了五皇子赫连起。沈夫人，好巧啊。是巧，五皇子亲自来我的仙书超市，是来买菜的。这总不能说他是来抓御战的。是吧？五皇子想看点什么？随便看看。赫连起走到五子西瓜旁边停住了。这种东西他见过，名叫红瓜，是南阳特供的水果，夏日最是解暑。他就算贵为五皇子，但是也没办法想吃便吃。沈夫人，这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年特产的水果，名叫五子西瓜。今天刚到的货，我正打算带几个回将军府去吃。若是五皇子喜欢，就送五皇子一个。五子西瓜？是，现在五子西瓜的产量还比较稀少，整个汴城没有几个。等到再过一段时间，就有大量的五子西瓜上市了。五皇子先拿去尝一尝，若是喜欢，可以提前预购，省得到时候没货。赫连起看着他面前的这个外观与红瓜极其相似的五子西瓜。本皇子先带回去尝尝，若是味道不错，便将你店里的全部五子西瓜全都预定了。五皇子，做人不能这样，得给别人留一条活路。你说你要全部预定了，其他人也就吃不着了。他们吃不着，我还怎么推广我的新品？你最多只能预定1成。赫连起笑着，这个白小玲果然很有生意头脑。那好，本皇子就先去预定1成。还请五皇子先去柜台付定金写地址，等到五子西瓜到货以后，自会有人将西瓜送到五皇子的住处，然后收取尾款。有意思，有意思呀，难怪沈夫人做生意如此成功呢。赫连起说着，便随他的侍卫宣出一起过去柜台。